不是货人版的02买不起，而是一资版的更有性价比。同样是手型战士，一个是400多，一个是250，只看上半身安能辨我是雄雌。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哎，好，今天来看一资版的02，运输盒，这是一盒日版的。一资版的比起货人版的唯一的优势就是涂装没有出错吧，也就没其他的了。两个版本呢都是没有武器的，然后呢说明书是印在了盒子的侧面。不过虽然说货人版的没有武器，但是它有武器握持手，而这个一资版的呢是没有武器握持手的，而且手型呢3对开掌手，理解，修马提亚嘛，动作比较僵硬，它还能摆什么姿势？在剧里面货人变成02的时候，已经是换了一条腰带，不再是01腰带了。所以很多人就说01的最终形态就是金属蝗虫。不过对于主角来说，确实是02是最终形态，一切以神族21D7他身上的灵牌为准。对于一资版的这个02来说，身材是勉强能看的，所以我就当做2张露头买了一个假面骑士01的最终形态。作为新书体的假面骑士主题最终形态，这个价格绝对可以说是血麻赚。拉垮的身材以及垃圾的涂装，全部都是因为它这较低的价格才能够用爱包容。它身材出现的问题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首先呢就是它肩膀是正常男人的肩膀宽度，所以说就会显得腰很细，当然事实上也是腰很细，也就是说它是 HF 男性的那种肩宽，然后是女性的那种细腰。关于胳膊的话，应该也是男性的那种吧。因为我手头没有其他的 HF01 系列，所以说呢只能拿一个彩透灭来对比一下，可以看到它呢是胳膊长度差不多，粗细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所以说呢这个应该就是男性的那种胳膊。然后它有没有还原女性的那种翘臀呢？自己感受吧，我感觉是有一些翘的，然后腰带也是位置拉得更低一些，所以为了适配这一个小细腰嘛，这个腰带就是做的也是瘦了一圈，不过还是有一些松。下半身的话就是腿要细短一些，和男性的肩宽比起来呢，就会显得这个腿呢是比较突兀的，因为又细又短嘛。我们拿来彩透灭和它对比一下，就能很明显的看到，女性的这一个身材是矮一些没问题，但是它是强行把腿缩短了，上半身这胸口以上还是男性的那种比例。腰很明显的也是细了一大圈，然后就是看着这个胸部和这一个裆部这里的距离是更近一些，也就是说它是把腰给缩细了一些，然后把这一个腿给缩短了，就是靠强行缩短2个部位来达到女性身高的目的。这样的话确实是矮了接近半头。还有一个地方它因为没有改动，所以说也是显得不和谐，就是它这个脚部是男性正常大小的，所以这个02呢就是胳膊以及最上下两端呢是和男性一样的比例，但是中间这一段呢是女性的比例，所以说就会显得比较失调一些。不过如果说你不往女性身材那边想，把它当成一个男性的话，就是感觉他是一个腰比较细的小男娘，这样的话就能接受这是一个男人变的02了，就当他是货人变的吧。然后它这个红绿色呢当然也是荧光绿的，荧光效果是特别的好的。然后其他地方的荧光效果的话就是眼睛还有这一个腰带嘛，因为这腰带也是透明零件，也就是说我们上次看的这一个彩透灭呢，它是浑身都是这种透明紫的零件嘛，所以说它浑身呢都是可以荧光的，效果非常的哇塞。然后它身上的细节就比较简单了，毕竟相当于是02腰带的基础形态嘛。02那就是致敬2号喽，看这个红色手套，还有这个红色类似于围巾的细节。对比01的风格区别是不算大的，它身上这些装甲的甚至还没有那个01的复杂，只是这个银色分色更多，显得它的分色是更复杂一些。但是小分色的话还是01更多一些，所以从装甲的复杂程度以及小细节上来说，感觉还不如基础雷。奈何还是最终形态嘛，所以说不会便宜的，再加上它本身定价就贵，01基础什么概念？通贩再版了好多次，而且只要3000日元税前，所以说它当然是贵不起来的。还记得2020年的时候是01的出版，然后直到2021年12月底再版之前呢，它那个一直是很贵，都要300多。而02这个一资不一样，它是一直跌到了200多，也没有再升上去，还一直在有一点点跌的趋势。配件也是没办法比的，01它那好多的炮石手，还有一对武器握持手，你看它这啥都没有。我还仗着它是01的最终形态嘛，虽然说不是货人版的，所以说它还能勉强维持在200多，不会掉到100多。你看01系列跌到1张多二手的那数得清吗？太多了，真的都跌得太惨了。不像我当时入坑的那前1年多，一直是200多的，就算是特别慈善的二手价了，其他的都是默认3张以上的。所以说呢，现在真的是一个玩假面骑士的好时代，而且还赶上大量的再版，所有的胶真的是特别的便宜，把我背刺麻了。除了身上这些装甲都是银绿分色之外呢，也就是这一个手套嘛，是这样中间掺进去了一些银色的分色。当然脚底板的涂装也是和95黄霜一样，都还原出来了。然后这个围巾特效装甲也没什么可看的，唯一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这个腰带透明绿的，特别的好看。当然剧里面的那一个效果以及那一个 DX 玩具真的是特别的塑料，
这个看着效果还好一些。然后它这个密钥呢当然是可以取出来的，你看中间这个三角形底下呢就是显出来这个图案，是直接透过那个橱窗看到的。这上面呢也是有一些涂装细节的，做的还不错。当然这些银色的分色嘛，意思还是有一点点明显的，只要不贴脸看的话还是问题不大。但是其他地方的重点还是挺难崩的，这个不会是百灰的吧？主要是日版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厂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天线上有个黑色的颗粒，这里有各种小颗粒。两边手腕的涂装呢，这里的银色粗一些，这边的细一些，这边很明显就是E4了嘛。然后各种小刮蹭以及各种E4，而且脚上还有一块比较明显的银色E4，真的是无语的品控。不过还有它浑身的关节素质是不错的，都是非常舒服的阻尼感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，低头幅度没怎么有，抬头幅度非常一般，转动没问题。脖子这里呢有些虚位。然后呢，这一个肩膀的话，平台是能够达到90度的，然后大风车没问题，然后大臂的平转，曲轴是能够达到100度，然后手腕的话还算是灵活。然后这一个胸腰部可动是后仰幅度还可以，前倾非常一般，毕竟有这么大一块装甲挡住了嘛。然后胯部下拉关节侧踢幅度能够达到1字马，底下有防穿帮，上面也是有这些纹路细节的，不过虚位非常的严重。然后大腿根这里有平转，屈膝的话是能够达到120度以上，脚腕的话向内幅度非常的大，毕竟灵异素体嘛，要照顾到货人他崴脚，所以说幅度大一些。向外的话就基本上没有了，脚尖可动非常小。最后就是它的配件的话，只有手型嘛，物质防冲手、握拳手这两个算是比较异常的手型了，毕竟对一字来说呢是很难摆这种手型的，这一对冰冷的手呢才能算是一字的常态手，就像这样。然后这一对手型呢也算是常态手吧，毕竟当一字说话不鞠躬的时候就会摆出这么一个手型。所以说关于02的姿势它是一点都摆不了，你想要摆姿势的话还是得要买一个货人版的，这一个只是适合于战士，而且得站到后面，因为站到前面的话就会显得它是矮半头的。下课。